其实我今天已经打电话去 Canon 那里问他说我的77D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我电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晃点我，一直到他下班之前，我可能再打电话过去问一次。好了，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两台相机的试用心得的小小的比较，一台是这一台，另外一台是这一台。这一台呢是 Sony RX100 M5，那这边这一台是 G7X Mark II。这两台呢都已经用过一阵子，然后其实有蛮多 YouTuber 也都会用这两台来进行拍摄。那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两台都一样是在2016年。也就是去年发布的，不过这两台价格差异非常的大，那这个大家到时候想要选择哪一台可能会考虑进去。那这一台 Sony RX100呢，它的售价我今天查了一下，现在差不多在32000，差不多32000。那这一台 Canon G7X Mark II 呢，我现在查的时候差不多是19000就买得到了，所以这两台价差实质上差了差不多1万多块。在我开始跟你们讲我用这两台心得之前呢，我要先跟你们让你们知道的事情是，你们如果想要看到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测试内容的话，那这支影片可能不适合你们去研究。那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用这两台使用来，就是像平常我的影片一样，拿来拍摄 vlog 的时候，我会注意它哪一些操作上的便利度，然后还有它画面呈现的一些差异性，来告诉你们说，哦，拿来拍 vlog 的话，你用这台可能有什么好处坏处，你用这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坏处。首先是它们的大小，你们发现它们两个大小几乎是一模一样，从它们的顶端看起来。大小，其实 Sony 的稍微再小台一点点，然后他们的卡称长这样，那他们的那个记忆卡跟电池都一样放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两台都一样是可以上翻的，所以一般来拍摄 vlog 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很方便，你开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直接这样看到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对这一台非常感兴趣的，其实是它的对焦速度。在拍 vlog 的时候，你常会就是遇到一些瞬间，就比如说我吃东西吃一吃，然后我想分享给你们我吃的是什么东西，我拿到镜头前面的时候，那如果是这一台 Canon 这一台 G7X 的话，它的对焦速度其实是很慢的。我直接来做个示范给你们看。我为了做今天这影片，我还特别买了这个杆子，就这样架起来。等一下我拿出去外面实测，在外面拍的时候，这样拿着应该看起来还蛮屌的。好，那我现在跟你们讲，现在你们看到了这边这一台，这一颗是 Sony， 这一颗是 RX100 的相机，然后这个是 G7X。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直接对着前面的摄影机拍，对焦是很清楚的。那我现在要把我的手直接伸到画面上面，让你们看一下对焦速度的差别。我先从 G7X 好了。好，恢复，再来一次。Hello。它就是不动哎。哦，有了，它对了，它可能对焦了，很好。这就是我觉得 G7X 它对焦就是这个样子。你在拍 vlog 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突然想要拍什么的时候，但是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理你，然后它的对焦就这样。那我们来看另外一边，就是 Sony 的 ，Sony 它的对焦速度要来咯。你要拍什么就拍什么，这个是对焦。我对焦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重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台的对焦，就是应该说 G7X 它的对焦就是一直一直是这样。你们在我 vlog 里面，你们会看到很多画面，有可能带镜头的时候，它根本没对到焦，或者是你们看到我拿东西到镜头前面的时候，我其实应该已经等了好几秒，在等它对焦之后，再后置剪辑剪上。这是我第一个要讲，我觉得差异最大的就在这个地方。
来，我再给你们看一次这个画面哦，你们直接看最详细。来，然后第二个呢，要拿来跟你们第二个要跟你们分享的呢是他们在录影的当下，就是你有时候要拍远景的话，是要去 zoom in zoom out， 那它这个速度也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们现在要去对焦它，要去 zoom in zoom 它。那我们先来看，这是 G7X 去 zoom in 它的速度。好，那我们来看，现在我们来看 Sony 要去 zoom in 它的速度。就是速度，其实速度还是有差异性。不过，我觉得 G7X 呢，它虽然 zoom in 的速度比较慢，不过 G7X 它在 zoom in zoom out 的时候，它的声音比较小声。你们听清楚，我先从 Sony 这一台，我们再把它退回来，你们听它的那个声音，其实还蛮大声的。好，那这边 Canon 的。几乎 Canon 的在 Canon 上面，我在 zoom in zoom out 的时候，我几乎听不到声音。对，那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他想要静音的关系，所以他在 zoom in zoom out 的时候速度是比较慢。但是有时候真的你在即刻要拍有些东西的时候，它可能一只鸟突然你可能在外面看到飞碟在天上飞，那你用这个速度去 zoom in 的话，你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倾向它快一点。但是有一点声音没有关系，但是基本上我现在是用单眼啊，直接用手转会比较快。关于这个应该是针对 G7X 讲的，就是以前我上次看到有一个人的影片，他分享了他买 G7X 的影片，然后他的标题下着不能说的秘密。然后他影片里面讲说呢，就是 G7X 其实有很多缺点，但是很多 YouTuber 没有讲出来。那我这边跟你们分享，就是它里面提到的内容，应该是说我看了他的影片之后，我才注意到有这些细节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首先是 G7X 它对焦很慢，这个刚刚我们测试过。再来就是听说它在对焦的时候会有声音。我在剪辑影片的时候有发现，它在对焦的时候，其实里面会有很些微的声音。那接下来要讲的几个项目呢，我就要拿到外面去实测，然后让你们感受一下我用这两台的差异性。这个我等一下就要这样子，整支这样拿着出去外面。我到外面，我边测边跟你们讲，就是我等一下要测的是哪些东西。基本上呢，你们在录 vlog 的时候，你们都一定会开防手震，因为你们在外面拿着嘛。其实还蛮多人会追我说为什么不用3轴稳定器，但是我真的就是不喜欢用。然后画面就会被吃掉很多。那当你在外面要拍，就是你可能拍到，你们不会希望自己的影片是脸都是像这个样子这么近，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所以你们会要拿远一点。所以它有没有够广角，这个也会影响到你拍影片的时候，你的手可能要举得多远。那如果我现在是用这一颗镜头的话，其实我手这样子拿，我觉得就够狼了。但是这两台的话，你可能要再推一点。所以我在外面现在在拍，用这两台拍的时候，我的手基本上是举到这么的远。不过好险这两台够轻巧，所以我觉得还行。那我接下来的呢，我就到外面边走边跟你们讲有什么差别。拒绝。我什么话都还没说哎。你别弄我，我从此不要再入境。哎，你很我难相处。没有你。昨天那个有进入的 vlog 吗？昨天那个，昨天的精彩画面啊，我剪到今天的 vlog，晚上要发布的 vlog 我还没剪，等一下我剪进去好了，太棒，就是哦，女神波波。
其实外面现在刚好在下雨，不过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因为我今天拿出来外面，我有几个东西要做测试，让你们感受一下差异性。第一个就是步行的防守阵，你们现在可以直接比较一下两个画面，防守阵这样子看起来哪一个是比较稳？我基本上觉得 G7X 就是你直接手持防守阵做的是比较好的，那这个 Sony 的可能没有到这么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收音的部分。今天外面正在下雨，那下雨其实是一个环境非常嘈杂的一个状态，就是有雨声，然后汽车开过去会有那个水的声音，人在走路也会有啪嗒啪嗒水的声音。那这个环境下，你们听到的收音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差异。当然，我已经是习惯就是用像大台的 Canon 的相机上面有一个外接麦克风。那我这几天在剪就是 Vlog 的时候，最近我都是用 Sony 去测试。那我有发现就是 Sony 这一台，我觉得 Sony 的收音，它本体的收音并没有比 Canon 的还要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听起来声音是比较尖锐，然后比较没有那么饱和的。那我今天出来走一走呢，就是也顺便让你们听听看，你们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讲的差不多。那我第三个要你们去看看、比较看看的，就是画面的颜色的饱和度、自然发生，就是当你今天两台相机，你不去做任何设定，你全部都是用全自动的状态下去录影，然后你们能够看到的颜色差异是什么？那有蛮多人反映讲说，就是用 Sony 的时候，画面的颜色并没有那么漂亮。那这点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因为你们现在这样子两个画面单放在一起，嗨，你们现在这两个画面单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能感受得出来 ，Sony 的颜色比较冷一点，但是 Canon 的颜色就是比较鲜艳一点。来，我再带你们多看几个场景，你们看一下比较试试看。对啊，我现在在做两台的相机测试。两台都你的吗？没有，这都是借来的。等一下你的哦，你的还没修好。我的还没修好，你是想羞辱我？然后你们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棚，新的摄影棚里面，其实就是颜色还蛮丰富的，你们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你们从这边看两台相机的颜色，我都没有调色。这一集影片我完全没有做任何调色，你们感受看看它颜色的差距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冰箱。哇，永远都有奶茶哎！你看，像这边，我从画面上单看就感觉出来 ，G7X 这个颜色非常艳，然后在 Sony 上面这个颜色就相对没那么鲜艳。哇，外面的雨还是这样一直下。好了，我这样绕了一圈回来了。那最后呢，我再拍一个我很常拍的缩时摄影，就是你们直接看两台拍出来的画面有什么不一样。不过这里，没关系，我调个好位置。我想各位就是看完刚刚那一系列比较的影片，应该对于
这两台的表现有还蛮明显的差距，就是你们应该已经感受出来了。那在结尾之前呢，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用这两台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刚刚没有录进去的内容。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一台，其实 Canon 这一台 Canon 的 G7X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它就是一个价格目前相对比较便宜，然后拍照录影都 OK， 而且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在它自然的颜色，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设定，但是你录出来的颜色画面就是比较漂亮，它的色泽啊，基本上大家会比较满意，然后不太会有太多觉得说画面脸色太死啊干嘛，就像现在我是用 Canon 在录，那它的脸色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那这一台呢，几个问题。首先是它虽然小小一台，但是它里面其实还可以外挂，就是你去买一些 App 来使用。然后比如说它里面本来是没有内建缩时摄影的，你必须要去购买 App 之后它才能使用。不过我觉得也因此，因为它塞了太多有的没有的功能在里面，造成这一台 RX100 呢，它在录影的时候录太长的时间会过热。那我在录缩时的时候，每次录完要拿机子的时候，我都发现整台机子真的是会烫，有一点热，它甚至在上面会显示一个过热的符号。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充电器非常的小巧。这个是一般 Canon 的充电器 ，G7X 也是用这一个，然后它整组带起来这么大。但是这个是 RX100 的电池的充电器，就这样而已。它里面打开就是电池，然后它只要透过 USB， 然后去插别的东西，就是可能类似这种东西插上去就可以充电了。它的充电器真的是非常好带，你如果要出远门的话，这个我觉得有点厉害，我可能会去查看 Canon 有没有类似像这一种的充电器可以使用。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两台使用的心得，我主要着重的重点是在我平常使用它来拍摄我的 Vlog 的时候。操作起来的感觉跟我会觉得哪一些部分是值得特别去注意的。如果你是要拿来拍照的话，那可能就不太适用，因为我主要都是拿来录影。那最后，我总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想要用哪一台。这个时候真的就只是因为这两台价差将近1万块，就是你有多少钱就买哪一台。那像我的话，今天如果我要当备份机的话，我可能会希望备份机表现得像单眼的对焦速度一样，所以我可能会优先考虑这一台。但是你预算不足的情况下的话，用这台其实也没有到非常不好，你只要能够稍微有一点耐心，就是忍耐它的对焦速度部分上的问题，但它拍出来的画质也不差，绝对可以让你满意，好不好？好，那这就是我大概这两台测试的结果啊。如果你们有额外其他的问题的话，就是对于这两台使用拍 Vlog 上的问题，都在下面留言给我。你的问题如果是我在使用期间有遇到的问题，那我可能就可以回答你。那如果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拍照部分的，我可能就没那么熟。但是总之我还是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这两台使用有没有什么差别，或者是其实你们都有使用这两台的心得，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让其他来看这支影片的人可以看看你们的留言，就是你们使用心得用起来是什么样子，好不好？那我们明天的 Vlog 再见，大家拜拜。我真的觉得 Sony 的录影录出来，它的档案非常的多，非常的啰嗦。我想要找到我的影片档，要一直翻才会翻到这里，才找到我的影片档，给你们看 Canon 的录出来，就这样子而已。点开就是影片档。这个算是我非常描摸，就是很在意的部分，但真的很麻烦。